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知道，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呀、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操你这老有意思。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意义，被告说有教育意义。然后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啊？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啊，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哎，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感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成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我甚至呢把我们组合的名字都想好了，啥？我们的组合就叫“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太爷和我太奶了”。我太爷和我太奶呢2个人一起过来找我聊天，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开心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哎2个人联手打了我一顿。你这是个名儿？贺着号，死去的 CP 又来攻击我。行，那死去的 CP 咋没把你带走呢？你有点正形吧？我跟你说啊，漫才我一点不懂。漫才很好理解的，通常就是2个人给大家站在这里演绎一个比较虚构的故事，比如说就是我演一个过气的喜剧演员，生活里头就没招的站在舞台上就苦苦挣扎。虚构的部分在哪里？咋说话呢？那没准我明年我突然就大红大紫了呢。啊，虚构的部分在这里。姚姐，你过分了啊！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是那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未来的事情我知道，我收到了一封信，是50年后的自己写给现在的我的信。你看人不红啊，是容易疯。我把这封信带来了现场。你还真有。国仔你好，见字如西兰花。我是见字如面。我现在正在断碳水，所以就不能提面这个字了。你看这还长。国仔，我是50年后的你呀，你一定怀疑我的真实性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说个事情，我们最爱喝的酒是25斤装的，25斤也太沉了吧？是呢。酒是沉的香啊。
是我。国仔，首先聊聊我们自己吧。这个时期的你，一定总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天天急得直跺脚。相信我，未来就不会有这个担忧了。呀，行啊，未来你灵感大爆发了。未来的我只剩一条腿了，没法跺脚。未来这么惨吗？倒也不用为我难过，我现在一双袜子能穿2天。心态倒挺好。国仔，未来50年后的今天，人类实现了永生。为了永生，鸡蛋7个，矿泉水8个，无糖可乐3个。永生的配方好朴素啊！王姐结婚2000，取件码5637，一会儿别忘了倒垃圾。哎，你拿人家信当便签了，你说点重要的。王姐结婚随多了。永生，咱是永生。当时我就跟他僵持的时候，有2个老大爷，一个老大爷跟另外一个老大爷说：“老张，来名人了。”谁呀？旁边那大爷，是不是奥巴马呀？当时喜欢我的男孩就特别激动，因为他们都非常爱我，就像那些兄弟，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里边带着那种炙热。过去跟那个老大爷推销我，他说：“大爷，哎，给您2个关键词。这是谁？北京。哎，顶流。”那大爷啊，鹿晗。大爷把手机咔就举起来了。我说：“你别拍了，大爷，别拍了。”大爷说：“没有，我发的抖音。”我说：“你别这样。”大爷说：“小伙子，你要想啊，拍你肯定是因为喜欢你，那为啥拍你呢？对吧？”哇哦！当时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回到了校园里，碰到了那些就是非常暴力的高年级同学。我小的时候，学校里边校园暴力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霸凌，没有，就是高年级没事就是葫芦你，就是玩儿。我在学校里走路，我什么都没干，我就在那儿走路。一个高年级上来给我一个大逼斗，我说有何贵干？他说还好意思问，打的就是你刘旭。我说刘旭，我特别痛苦，我就找班长，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班长说也给我了。我说这也不值得骄傲啊。高年级跟我说，每天让我给他5块钱，要不然就扇我大逼斗。班长说啊，他们跟我说的是每天拿5块钱领一个逼斗。我说班长真是苦了你了，我们都上学你还打卡。我说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啊。班长说不用害怕，我妈是法官，我爸是警察，我以后要成为律师。我说兄弟，用不了那么大，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告老师吧。我们俩就去告老师，告我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说，我说班主任，老师，高年级给了我一个大逼斗，特别疼。人老师说，我会帮你联系他们的班主任，但是我也想问你一句，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只有你挨打？我说还有班长。加油！大家好，我叫史岩，然后我来自东北，我平时在沈阳那边讲这个脱口秀这玩意儿，你们也能听出来，其实我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开朗，语速也比较快，是东北的一个属于一个 I 人吧。其实 I 人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在东北，你甚至都很难表达害怕。有时候我自己都纳闷儿啊，我说我这个性格怎么还能在东北这么一个遍地都是狠人的地方，还能正常生活呢？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在 I 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专门形容我们这个性格，叫腼腆。但是我家长辈们他们不认识这俩字儿。
不认识大夫。我从小到大，他们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跟人家说咱家这个孩子吧，挺缅甸的。哎，挺缅甸的，是不是一听就是个狠人儿？这节目挺好，这节目我刚才在底下看了一圈，这节目 I 人跟 E 人都齐了，爱奇艺嘛。用到了一个就比较罕见的喜剧技巧。拍马屁。哎，这节奏挺好的。这也就是我为啥现在能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就是物业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在我们东北这边吧，就是这个工作倒是挺稳定，就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我们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时候有玻璃，有时候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没有玻璃的时候就是不满意，有玻璃也不代表满意，有可能还没找着砖头的呢。真的有的业主的要求我们永远都满足不了。之前有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把小区里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他说他害怕，他说灯亮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鬼来了。灯灭了，我又不知道鬼在哪儿。我说我知道，不知道鬼在哪儿的时候，一般来说鬼都在你后边。这人他就跟灯过不去，后来让我们换那个电梯里头的灯，他说把电梯里都给我换成紫外线灯，我要把病毒杀死在我家门口。紫外线确实是能杀菌。但是那玩意儿照时间长了致癌呀，会给人留下一身特别干净的癌细胞，所以后来就没给他换。咱们也是害怕，你要是杀不死他的话，会让他变得更强大。秋天也不好干。一到秋天，我们东北那边就开始晒秋菜就晒大白菜、晒大葱啥的我们准备过冬了，但是晒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丢大葱。丢大葱，我们就得给他们找大葱。天天这电话接起来就跟我们喊你们物业都没有人，那能有人吗？都找大葱去了。真的啥都找物业。前一阵有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帮他家撬门，他说他把他家钥匙锁车里了，车钥匙锁家里了。我说你这么复杂的情况，你就得找专业的小偷了。要不你往家里头放块大葱试试呢，是吧？没准门自己就开了。我在单位啥都干，还让我做工资，但是我跟你们说，做工资就是做减法，就是作孽呀，就是咔咔给人家扣钱。之前有一个同事休了几天丧假，按照公司这个规定吧，就给他发了300块钱慰问金。到月末，老板让我给他勾回来，月末我就扣他500块钱满勤。真的，这工资表做完，我自己都懵了。我说人家办事儿，咱咋还挣200？除了做工资，还让我收物业费。我现在收物业费这个活儿，经常能得到我们业主的肯定。他们一来的时候就说：“你们收物业费的时候挺认真呢。”我说：“你反映问题就反映问题呗，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其实我们物业这个工作吧，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它跟踢足球差不多少，就是你也不需要有啥技术，能扛住骂就行。
这能扛住骂就能挣钱。有的时候来的那人我都不知道是业主是球迷呀，啊，那好像就是球迷走错场地了呢。忽然来一帮人，当就给门踢开了。啊，我们花的钱养你们这帮废物。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史岩的感觉。但是我们老板能扛住骂啊，他跟我们说，他说没事儿，让他骂吧，以后骂咱的人多了，咱还能接着广告呢。他说以后要开一个直播，完了让各位老铁把废物都打在公屏上啊。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法医，对，大家平时应该很难见到法医，尤其是活着的时候。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他问：假如你的老板掉进河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我的专业得等。等他被捞上来。大家对法医的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影视剧，那里面的法医一个个又高又帅，真的很过分。有时候我跟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法医，朋友反应都是啊，不像啊。做法医长那么帅没有用，你再帅，我们那里没有人睁开眼看你。不可能说外面来一个很帅的法医，里面就开始尖叫。啊，这个法医好帅呀！我死了，我死了。不会。所以在我们那里，长相不重要啊，关键是要有力气，因为得抬来抬去嘛。我刚做法医的时候，手脚很笨，抬到一半掉在地上，真的丢死人了。哎呀呀呀！哎呦我天哪！我当年学法医完全是个意外啊！选导师的时候，有些很热门的导师我怕抢不上，于是我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导师听说有人选他，也很激动，约我马上见面，但是见面地点在太平间。我就看着那一排大冰柜，心想，啊，我选的冷门导师，该不会是冷柜专业吧？那一见面，导师就告诉我，他说：“小王，欢迎加入法医。”我说：“老师，您的简历上没有写法医。”他说：“啊，对，之前写了，没人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学法医？然后我导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王。”别的专业各有各的好，但我们法医绝对不会有医患矛盾。我想对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法医是不可能收到差评的。很多人一提到法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情节啊，一个人面对尸体啊，其实一般不会。因为涉及到一些证据的有效性，我们法医很多时候是不能单独面对尸体啊。工作现场人很多，有拿刀解剖的，有拍照摄像的，还有新来的在旁边吐的。有朋友很好奇我们法医的收入啊，就别的单位我不了解，在我们单位，我的收入方式是计件的。境界太地狱了。就这种薪酬制度，你要在别的行业可能很科学，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提高我的工作积极性。想加班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也不能自己去创造。真的很喜欢在台上讲段子啊，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活人多。阳气重。有时遇到冷场我也不怕，因为我那边场子比这里冷多了。冷柜专业嘛。
我反而担心的是大家过于热情啊，有观众在后面喊笑死人了。那在我听来，感觉又要加班了。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反应，我是法医王耀凡。哈喽，大家好，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2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号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线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啊，每天像咪咪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穿，有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
我说我不快乐，常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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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咸鱼啊，我是一个恋爱达人。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瓶男士香水，那个快递到了，你打开，拿出来，你都不知道喷哪儿，那个什么，上网现搜的，我才知道原来男生跟女生喷香水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男生喷香水，你要喷在这儿啊，要喷在这儿，这样女生比你矮一点，然后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就好像啊，就是这样。女生高呢，你就喷在这儿，是吗？他就是这个逻辑，你知道吧？这个恋爱技巧你学了。大家好。爆！我先就是自我鼓励一下，拿去，yes，OK，耶。为什么呀？啥意思？我不知道。rapper。就是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糯米，做个自我介绍啊。有些朋友可能不认识我，但应该大概都听过我的歌啊。谢帝，我要给你。啊，可以，不能再唱了，不能再唱了啊！再唱的话，谢老板真的要来 gang 我了，对。gang 呢就是我的口头禅，大概就是动手 diss 的意思。开玩笑，我是很 respect 谢帝的。这首歌火了之后呢，我们还见了面。当时我很怕他不开心，但他一直笑眯眯的，说没什么，加油，好好做歌。我当时很紧张，我说我不做歌，我做弟弟就行了。谢帝，你永远是我谢哥。你们可能就是一直注意到我在说 you know sing， 我是因为看到很多国外 rap 一直都这样说，就学会了。现在想改也改不掉了。那时候听别的 rap 的歌，都是开着大牛带着女生，我不知道大牛是跑车，我以为他们唱的就是农村生活。对的，是。我还奇怪呢，我放的牛都是摸摸的，怎么他们的牛都是嗡嗡的？但我认同一点啊，就是牛确实快，因为我放牛过一头，那头牛还是我对象家的。之后呢，就是他的老爸也跟了我，对，我不知道不同意我俩在一起，虽然没有牛了，我和他爸爸之间也有了 beef， 对。后来我就理解那些 rapper， 原来你没有大牛，真的会失去爱情，对。从大男生出来以后呢，我就进厂工作了，所以我和大多数 rapper 不一样，他们打碟、打架子鼓，我打螺丝。他们代表的是 CDC、CSC 活死人厂牌，我代表的是深圳市兆易科技电子厂。但是我最后还是离开了那里，我和车间主理人的理念不合，我就退出了兆易科技电子厂，加入了新的厂牌，也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车——挖掘机。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着工地配的挖掘机，追着日落，被工头说是有工程的地方我都去过。Thank you。有点紧张啊，对。后来呢，有一天我开挖掘机，不小心撞倒了一堵墙，又被工地主理人给干了。对，他喊我糯米，赶紧把挖掘机吊臂放下来。我说 OK， 抓了臂。有些人说我不像 rapper， 倒像是搞喜剧的啊。其实我挺开心的，你那是不？因为我最开心的电影就是偶像星爷的电影《喜剧之王》，我觉得我的经历跟倚天仇挺像的，有那是。但粉丝老板你们放心，我没有跟女孩说我养你啊，我这在餐厅，在挖掘机上赚钱，养着我的梦想。我是 rap MC 糯米，谢谢大家。又来上海演出了，几年了已经。每次来上海我都特别感叹，朋友们。就是上海太洋气了。前2天去了一个朋友聚会，聚会上一半人都有英文名，另一半老外。我没有英文名，哪怕我当年甚至还在国外上过几年学，我都没给自己起过英文名，我用的是我的中文名拼音，东拼音是 DONG， 美国人是这么叫我的，懂？哎，跟我河南老家农村那个傻三叔叫我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
每次我去星巴克买咖啡，店员做完那个咖啡叫我说“等”，我说“哎，咱说”，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我说这想我的风到底还是从郑州刮到了大洋彼岸呀。哎，最近又获得了一个新称呼，朋友们。最近有时候遇到一些新朋友，会出于尊重叫我毛东老师。这个称呼我不是很喜欢，而且最近甚至有了点阴影。朋友们，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赶演出，在北京，我在路上看到一辆汽车，它变道没打转向灯，差点挤到了一个也骑着电动车的老大爷。那个大爷跟他理论，司机态度特别恶劣。我当时真的火就起来了，我说这太不尊重我们骑手群体了。我当时就驱车上前，我说我要跟这个司机理论一下，我想骂他2句。但有时候人是这样的，我太激动了，我嘴已经张开了，但我还没决定说啥，我就只能在这啊！那司机也懵了，司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不含任何信息含量的开场白。我俩收拾了一下心情，正式开始对线。我们非常激烈且全面地问候了双方的亲属。我跟你说，那骂得可脏了，但骂了有1分多钟，我最后说。我说有种你给我下来，因为在咱们北方啊，当你吵架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率先发出这种邀约，要不然会显得非常的尴尬。我当时想好了，只要大哥下来，我就立马驱车驶离。我不是怕他，我主要是怕耽误演出。我当时想了，我说大哥这么着急，他不一定会下来吧。大哥那天挺闲，大哥就一边开门，一边冲我叫嚣，他说：“小子有种你别走。”他这话说到一半，他愣住了，他说：“小子有种你别。”毛东老师，尴尬，朋友们，真正的尴尬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在你使尽浑身解数展现个人低素质的时候，对方突然向你发送了一个尊重。我真的太害怕这种场景了。我这人本来就好面子，自从干了这一行，干了这个工种之后，不瞒大家说，虽然不是啥大明星，但有时候有些观众会认识你。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就2个，一个是在外面吵架被观众认出来。一个是在外面讲价被观众认出来，哎，这个也发生过。去年上半年我去大理旅游，订了一个民宿，350块钱1晚上。我 check in 的时候，我说你这淡季，我说你便宜点吧，你350块钱，我说你便宜50，都是学生，你便宜50。然后那个姑娘说，哎，她说你是那个讲脱口秀的毛东吧？我说原价就可以了。再给我涨20%也是可以的。我好面子，我生怕人家看不起我，所以说当那个司机开车那大哥把我认出来的一瞬间，我太尴尬了。但是人家满脸陪笑，咱怎么办？咱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就只能装模作样，娇嗔般的呵斥了他几句。我说大哥你也是，我说你这不能因为喜剧审美好你就出门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说到这儿没话可说了，我只能转头说那个大爷。我说大爷你也是，你出门不能总依赖别人遵守交通规则啊，男孩子出门也要保护好自己。这么多年了，咱俩还骑电动车，工资涨没涨，努没努力，反省过没有？反正这事儿之后我是明白了，朋友们，我是担不起毛东老师这个称呼了，大家之后叫我茂董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毛董。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1位女硕士。节目播出之后，现在是村里第1位女艺人。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
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四子长女，连个名字都没有。现在给我改成唐氏四子长女相遇（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人家说我有车，我有房，我说我有个祠堂。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他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你先结。”问题是我跟谁结？他急了。你先别管跟谁结，你先结。我已经听不懂了。都说现在婚姻自由，没想到这么自由哈！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人问我男方呢，我说你先别管，你先下单。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4、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我一点都不害怕。你要是说婆婆来了，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不光父母催啊，有亲戚们也来操心。有个大娘，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却还记得我的年龄。30了哈，可留不得了。我吓一跳，是要除掉我吗？他说再不找，就真的没有人要了。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还有人来提醒我，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以后你就是外人了，你知道吧？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我到底是哪里人？啊，里外不是人。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弟一听就急了，凭什么呀？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你姐姐已经魔怔了，你要是不赶紧成家，以后就跟她一样，到处漂泊，没有人管。我表妹都要哭了，还有这种好事啊？这俩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啊，生育率没帮上忙，升学率我带起来了。我说表妹，你千万别害怕，没有家不要紧，咱还有个祠堂呢。你也别叫我表姐了，叫我堂姐。我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就像现在，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但我决定听我妈的，不管了，我先结。好，谢谢大家，我是谭玉，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我今年已经结婚8年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我老公现在全职在家炒股。你们知道全职炒股有多花钱吗？我甚至希望他全职花钱。他炒股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办法辞职了。本来我都打算辞职了，全职搞喜剧。但你知道，一个家里不能一个人全职搞喜剧，一个人全职搞股票，2个人都在搞笑。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我老公是干啥的，
因为他们那个回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老公死了，你老公干啥的？全职炒股，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好好一个人可惜了，家里老人还不知道吧？所以现在别人再问我老公是干啥的，我就说他是3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过他现在也没闲着，他现在开始搞一些副业，他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已经写了10万字，还成了签约作者。那天我看了一下，每天收入还挺高，每天能挣5毛6。朋友们，我老公还没我余额宝挣得多。日薪5毛6，月薪16块8，就他这个工资，都买不起爱奇艺的会员。以前他看不起我说脱口秀，现在是真看不起了。日薪5毛6，哎，你们知道吗？1度电就5毛6。他每天吭哧吭哧写半天，还得用2度电。每天用2度电挣1度电钱，这个梗是他给我的，我给他转了200，够他干1年的。他那个小说我看了，10万字，你就感觉字里行间流出大大的2个字：垃圾。但我还是跟他说写得好，因为我觉得作为妻子，我应该支持他创作，因为这个赔得少。不过我觉得他炒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感觉他好像越来越贤惠了。他赔的钱越多，他会做的家务就越多。现在每天给我做早餐，还目送我出门上班。我觉得好像男人拥有的财富越少，这个男人就越好。男子无才便是德嘛。我觉得咱们这个股市啊，就是好男人的生产线，好女人的加油站。真的，姐妹们，以后你们找对象不用上什么约会软件，你就上同花顺，一个渣男都没有呀。哎，全中国的好男人都在上面趴着，你看他怎么对股票，他就会怎么对你。你看他那股票都腰斩了，他还是不抛弃。所以就算你哪天上半身都没了，只剩2条腿，他也会坚定地看着你说：“我相信你能长回来。”我先讲这儿，谢谢大家，小海。好久不见了，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啊，好就行，因为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处境有点危险呐。你们是没看着上面那集，你们不知道挑战魔王的选手有多么凶狠。上一场的魔王也很丢人呐，庞博、周奇墨，让人新选手打得稀碎呀，碎的都拼不上啊。现在轮到我了，大家祝我岁岁平安吧。太崩溃了，录这节目太累了，但是也有好事发生啊。就是前几天我们4个魔王一起飞了一趟香港，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是吧？多开心的事儿，聊得也很开心啊。星爷呢，甚至非常谦虚，他甚至还询问我们说：“哎，就这个脱口秀这种创作，哎，你们平时是怎么写的？”我心里想，我们平时是拿这个电脑写的啊，你香港没有电脑吗？但是人家周奇墨就能讲出东西来。周奇墨就说：“哦，这个脱口秀啊，就是先找到一种这个负面情绪啊，然后再用段子去化解，具体是这样的，就巴拉巴拉的讲了一整套。”然后其他人听了就频频点头啊，只有我眉头紧锁。我心想，就他讲的那些玩意儿，我怎么全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虽然啥也不知道，但我也很想表现一下，我觉得我也很幽默的呀。于是我就等周奇墨全讲完，我就扭头盯着星爷，我说：“你学会了吗？”完了之后，我说完就看着这个
被我营造出的这个气场啊，我就看看星爷，我就看看周奇墨，我说他好像找到负面情绪了，你倒是用段子化解呀。没办法，我就这性格，就我特别喜欢当跳梁小丑。这个世界太严肃了，一严肃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特别想跳梁。我经常被自己说出的话吓出一身半的冷汗。没错，朋友们，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身体非常虚，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但唯独特别擅长出汗。一身半那是起步价，随随便便就出2身汗。单身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I'm back， 我是自行车啊。别人到了中年就是油腻，就完事儿了。我的中年油腻，同时非常俏皮，就特别的烦人。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们那个感受会是很错乱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刚才还在教育你，给你讲大道理，但是当他洗完手之后，又突然冲到你面前，往你脸上弹水。人家都夸我说王建国做事那真是泾渭分明，人家这个职场霸凌，职场是职场，霸凌是霸凌，毫无关联。就被我弹完的人摸着这一脸的水，哎，都不知道说啥。他说。你这也不是 PUA 呀，你这是破哇啪呀！你这个梗啊，就是哇！我当不好一个中年人，于是我就会对自己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担忧。我就想，我说，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会是怎么样啊？我要是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了我这样的人，那可咋整？我都能想象，是吧？老师在台上上课说，已知这个三角形啊，顶角是32度，通过这些条件呀，怎么求出底边的边长？我的孩子就在台底下念念叨叨，是吧？边长求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边长莫及。回家之后，你可以想象，他考完试回家之后拿着卷子，一张3分的。是吧？一张6分的，然后他就在这问我，说：“爸爸呀，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这个我给你出个题吧，这个3呀加上6等于多少？”对喽，都在9里啊。想想就让人上头啊。所以喝酒啊，还是要喝真正纯粮、好喝不贵的老村长酒，老村长不上头。喝酒还是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适度啊！我想学着当一个很成熟一点的人，但是你要问我这个人类身上啊有什么品格呢？是我就比较欣赏的，我还是觉得我最欣赏调皮。我就说一句成熟一点的话吧，就我永远无法跟一个不调皮的人，天下第一最好。所以这个人间的事情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换个工作、录个什么新节目什么的。我都会很认真的对待，但是我永远无法很严肃的对待，就是这些就不如调皮重要嘛。就知道大伙儿都忙，也尽量不打扰你们是吧？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在百忙当中偶尔调皮那么一下就挺好，多余一下就容易挨揍了。都在9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朱鹤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在工作当中呢，我的工作性质是一个捧哏演员。很多这个观众不了解什么叫捧哏演员，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就是跟那个于谦老师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像他一样那么无聊，也没有他那么实在。我经常就是怼我的逗哏的，然后就是怼着他哑口无言。他说我是一个进攻型的捧哏，他说现在鹤松已经渐渐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怎么就渐渐的了呢？我就不能好好的走这条路吗？因为就是我这种状态呀，很难在相声界寻得更好的突破了。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个舞台上，搞一搞这叫 stand up comedy。
站立式喜剧。所以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一个站立式搞笑，有时也跪下的艺人。就是你们要是笑了呢，我就站立式；你们要是不笑呢，我就跪下。能来到这个舞台上呢，贺松确实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就是想让我的生活富裕富裕。好多人问我，那朱贺松你想挣一些钱，你怎么不上综艺呀？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们编造一些借口，因为我们公司有那种合同，有那种经济违约合同，再加上我们的档期安排不开，所以说我就不能去参加。其实我们公司没有合同，德云社对我们非常不薄啊，随便的接活，真的，他压根儿就不管我们，连我的医保都断了3个月了。我现在我都不敢生病啊，我都。很多人问我，那你靠什么生活呢？借钱，不是小额借钱，为什么呢？因为大额他们不借给我。这我的师兄弟们经常劝我，朱松你得努力呀。我努力的喊了，他们真不给我。我也想从机场出来，很多粉丝拿着相机嘎嘎嘎给我接机。我不想再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一帮人过来问我厕所怎么走。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只能一个一个的带他们去，因为我是一个热心肠。天津人骨子里流淌着2样东西，一个是热心肠，一个是曲艺，所以我成为了一名曲艺演员。小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上英语课，就刚才有人提到李雷韩梅梅，我学这篇李雷韩梅梅问路的这篇的时候，我是用天津快板展示出来的。当时我就是老师一讲到这篇，我就把快板拿出来了。当时那快板真的到朱日区了。哎，拍对，哎，打起节奏，哎，行，别拍了，喂，我张不开嘴了，好，停。哎，当时我是这么唱的天津快板：Hello， 哎 ，My name 李雷 ，My name 韩梅梅 ，So late sister。这海河怎么够啊？我用不用坐火车？我用不用坐轮船？哎 ，no， 你不用摆春，也不用摆shape，哎，顺着我的hand，你就 look。lesson 完以后，这李雷往前走。是左走也不到，哎，右走也不到，他是走绕向进了圈套。哎，我只说我是热心肠，我没说认识道啊。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你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咋辩证啊？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因为我学完哲学吧，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矛盾。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上午还在上课，我学那个《资本论》，什么资本会无情的压榨你，剥削你的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我可以加班。什么亚里士多德呀，多劳才能多得。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因为我刚毕业确实找不着工作，然后想干脱口秀，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那是不太好。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知道干啥好。
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我说这样吧，我决定了，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他说好主意啊，就差1辆车了。我说我研究过了，咱俩可以先租个车，等赚了钱再买就行。他说先租车再买车，你没看过《骆驼祥子》吗？于翔宇，你要租车你就完了，你就一直给人干吧，你还叫什么翔宇啊？你就叫祥子。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啊，这个咱们学哲学啊，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但我做不到。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我当时回了趟学校，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俩人在聊买学区房。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我崩完之后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他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你像什么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自幼喜好哲学，11岁学习宗教学，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21岁继承父亲遗产。我课程表上没有这门课，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你看他写那些句子，什么意志决定命运。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还有那句最经典的，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满足了就会无聊。我想无聊。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有趣有什么用呀？你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穿着一件真丝睡袍，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没啥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什么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祥子，我从那里来，想到那里去。杨振业，现在我叫于翔宇。哎，大家好，我是梁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我呢，北京人，平时呢还有一个主职的工作呀，是基层工作人员。日常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给大家啊办医保。有医保吧都？都有啊，都有。好啊，简单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这个工作看似平凡，但是你干长了呀，它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说，你把这个表格给到这个大姐呀，她大概率不会去看那个填表说明，写一笔啊就问一句，写一笔就问一句。姓名，填不填这个？啊？身份证号啊，家庭住址，这个填不填这个啊？哎，填不填这个啊？填不填？你知道被问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也不像一个工作人员，我就像在菜场卖桃。我说大姐，这填啊，大姐。
啊，这也填，我这都填。不填不要钱。我觉得其实也不怪大姐，我觉得我们那个表格啊设计的它也有问题。我觉得你看随着现在社会发展，有一些不需要掌握的信息，你就不要再设计在表格里让人家问。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填表还填什么？填邮编，谁还写信啊？填邮编，你要给人寄水果啊？填不填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卖桃有点夸张，那其实并不夸张啊，因为有一些和我们办事的人那个状态啊，就跟逛市场差不多，跟我们办业务，甚至会跟我们砍价。那天来阿姨，她说：“哎，小伙子，你们这社保啊最便宜多少钱？”最便宜啊！我说这个咱们现在个人参保最低档1个月呢1000多，还什么1000多，便宜点。我说大姐，社保，我们这都国家规定的，我说这没法便宜啊。哎，不要发票。不要发票，那不要发票我也不送饮料啊。我说大姐，这真不能便宜。大姐急了，走了啊。走吧，想什么呢？其实我从情感上我愿意配合他。我说回来吧，回来吧，你带一份来吧。不会对吧？但是其实这些还好。还有一些呢，我相信大家在工作中啊也会遇到，就是那种伸手党，什么都不能自己干，什么都要你帮他干。那天呢来一大哥，他说：“哎，你们那个工作就是这什么证啊？这怎么办啊？这个？”我拿出我们这个办事指南啊，打开，用手指着跟大哥说：“我说您看这个上边啊，对单位的要求、个人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都有介绍。我说您呢简单看一看，哪块不清楚不理解，我再给您讲。”那大哥啊一把拿过来，嘎着窝里一夹，啊是，怎么办？我去，我说你看啊，没辙是吧？我说那我跟您说一说啊，咱先说单位，我们要求单位啊成立时间1年以上。注册资金100万以上，年度纳税50万。我这讲着讲着，大哥急了，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什么？我给你写下来，我都给你印出来了。怎么了？不喜欢宋体吗？我脾气也不好，我说大哥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能不能自己干点什么呀？后来我一说呢，大哥也不好意思了啊。后来大哥自己把我投诉了，我又确实给人道歉，我又给人写一遍，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好，对吧？我扭头呢就问领导，领导很体恤，领导说：“我跟你说，这些伸手党啊，他们就是懒惯了。”递我水杯。你看，这就是我们啊日常工作是吧？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角度不同。从工作出发呀，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工作。当然了，我们也同时理解大家，对吧？就谁出来办事儿，也会着急。你像这次我来参加节目，我也填表，我拿那表我也问姓名，不是，我说这演员自述填不填？啊，人家说这个呀，就是填一填这个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取得的成绩，对脱口秀的理解啊，对节目的希望。我说，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谢谢大家，我是梁岩。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 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
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2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1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地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在吃不吃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杨，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墙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真的招人，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眼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我，你薪水给到我，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你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2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我，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
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Hello，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呢是一个外卖骑手。其实来讲脱口秀一直会有很强的舞台恐惧感啊。现在还好，刚开始一上台一拿话筒就紧张。当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想了办法，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握着那个手把到话筒练一练，对着电瓶车讲脱口秀，导致现在落下坏习惯，在台上讲着一紧张就。我这个人从小不是很自信，从小学习不好，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保安啊，管吃管住还挺安逸的。后来干着干着，我觉得工资有点少，我说得找个挣钱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我送段时间发现辛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又回去当保安了。当着后来又去送外卖哈。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告诉自己找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啊。能看出来我是个 I 人啊，我很社恐，但我有时候也是个 E 人啊。它分时间段，比如说上班送外卖，那时候是个 E 人啊，因为那时候穿着制服，对吧？甚至衣服上都写着 E 了吗？我的手机被标记了，被很多顾客标记成了快递外卖啊。其实大家这种标记，我自己是看不到，我也是意识不到的。我是有一次啊，跟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你这半年没消息，是不是在外面送外卖呢？”我说：“没有，谁跟你说的呀？他150多个人。”我当时上学学习确实很差，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会送外卖啊。我虽然当时学的不好，但当时体育成绩还挺好的，那我就练体育啊。我也想上个体育大学啊，还挺辛苦的，每天被教练带着我们在操场训练，什么长跑、蛙跳、跨栏、爬楼梯啊，每天听个哑铃片爬楼梯都爬吐了。我是爬着，我说老师，这个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呀？老师说你不要问了，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老师就是老师，看得比较长远。我现在送外卖上楼前，我说这题我做过，就是练过体育，现在送外卖就跑得快一点，对吧？但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前2年那么好做了，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好多大学生现在出来也送外卖，跟人抢饭碗。这些大学生怎么说呢？当年高考已经被他们淘汰过一次了，怎么现在毕业了又来跟人竞争，追着人砍我？我之前真的很怕送大学生，送过去隔着墙还进不去。同样的年龄，人家都在外面打篮球的、谈恋爱的、读书的，欢声笑语。我在外面骑个电瓶车，好羡慕他们呀。但现在发现好多大学生出来也跟我去送外卖啊，现在看法也变了，就原来我少走4年弯路啊。骑个电瓶车有时候会遇到大学生是吧？一起在外面吹着风，吹着这么强的风，这不是顶峰相见了吗？确实，虽然现在单子少，但其高峰期还可，尤其像下午、晚上这种饭点，我这有经验的，我一趟能拿4、5个外卖的。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我每次看到手上这4、5个外卖，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天上也有4、5双眼睛正在盯着我。我也知道大家花了钱，可能希望这个外卖送快一点，对吧？给大家送上楼，我也愿意送上去的，毕竟我也练过，对吧？但现在在上海啊，还有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都是6层楼高的那种，基本上都是6楼在点，1号楼很少点的。
啊，6楼的顾客啊，10个里面5个正在上厕所，3个在洗澡，还有2个腿脚不便。哇，你就感觉6楼住的这些人住的都像赘婿啊，他们都不想娶，就想着能不能上门呀。而且我们这个工作啊，每天会跟很多保安打交道，你就发现有些保安是挺多的，他见的人老爱问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有一次穿着外卖的衣服，那个保安还问我你干什么工作的，这还把我给问住了。我看着穿制服，我心想我是干什么？我 cosplay 啊。但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学校的外卖，因为学校那些学生会很多人一起点，就很方便。但有些学校不让学生点外卖，有的学生想吃口外卖，想尽千方百计啊。我这个最离谱的一个学生给我备注：师傅，你送过来的时候不要穿衣服，他不要穿你外卖的衣服。到我们学校这边，他问的话，你就说你是我爸。我说这还挺有意思的，就赶紧抢到了。但他备注你必须要有信念感，不要被认出来了。我说这信念感，我天天 cosplay。但走过去啊，在学校门口看到他那一眼，2眼对上的时候，我信念感就崩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啊，他眼睛又大，皮肤又白，就完全不像我生的。我当时就想跟谁能生出他，我当时都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爸爸你来了。他当时那个信念感实在太强了，在饥饿的状况下能叫那么真诚，我都感觉心里有股暖流。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叫爸爸，那种直击天灵的感觉都惊呆我了。别看我眼睛小，当时这种情况啊。打肿脸了。我都想上去拥抱他一下，真的，我给了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那你记得给爸一个好评啊。好好上学，以后千万别和爸顶风相见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